为什么和地球同时诞生的内核比地表年轻了整整 2.5 岁？明明内核和地球是同一团星云坍缩形成的，不存在谁生成更晚的问题。难道时间还能在同一个星球上走得不一样快？更神奇的是，这个不起眼的微小效应居然能解释第一、第二宇宙速度的底层逻辑。你没听错，这不是科幻脑洞，是广义相对论已经被验证的客观现象，理解门槛极低，背景知识本身也足够有意思。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奇妙的时间差聊起。两者的时间差其实微乎其微，每秒钟仅差 0.35 纳秒，差不多是光走10厘米的时长。地心过1整秒的同时，地表会多走这一点点时间。1年下来，累计能差11毫秒，拉到45亿年的地球寿命尺度。理想均匀地球模型下的差值是 1.5 年，考虑到地球真实密度不均匀的情况，最终累计差刚好是 2.5 年。这种差异的原理也很简单，大质量天体附近的时间流速更慢，引力井越深的位置，比如行星核心，时间就比海拔更高的海平面、山顶、地球轨道上的时钟走得更慢。我们把这个规律放到全宇宙做横向对比，为了方便大家感知，统一用45亿年，也就是地球的年龄作为时间尺度，计算各个天体核心和表面的累计时间差。质量只有地球460%的冥王星，差值只有 6.5 天，几乎可以忽略。气态巨行星木星的差值直接跳到了45年。到了恒星级别的天体，差值更是直接按千、万年为单位计算。而到了致密天体层级差异会更夸张，典型白矮星的核心比表面慢 31.3 万年，中子星的这个差值达到了 3.92 亿年。要知道，中子星的半径才只有13公里，差不多是北京3环的直径。这么短的距离里，居然差出了近4亿年的时间，甚至你站在中子星表面，时间都比地球慢 19%。这个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了。平时我们看到的时空弯曲、可视化视频，其实都做了极度夸张的处理。现实里，地球、普通恒星附近的时空曲率你完全感知不到，只有靠近中子星、黑洞这类超致密天体，甚至到黑洞事件世界附近，时间几乎停滞的时候，这种弯曲才会变得可观测。其实很多专业人士都批评过这类二维时空弯曲的示意图，说它本质是用引力解释引力，把二维平面弯进三维空间。要是把图反转过来，甚至会出现反引力的 bug。 哪怕是最准确的三维可视化，也必须放大曲率，不然我们根本看不见弯曲效果。但理解了时间流速的差异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美妙的规律，所有物质都会自发往时间流逝更慢的地方移动。换句话说，万物都想待在衰老更慢的位置。这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引力。你站在地表会被拽向地心，是因为地心时间比表面慢。地球绕着太阳转，是因为太阳附近的时间比地球轨道慢。整个太阳系往银心运动，是因为银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附近时间几乎完全停滞。这里一定要记住，广义相对论里，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。哪怕你站在地面完全不动，你也一直在时间维度里移动，而你感受到的重力，本质就是你在时间维度运动时自发往时间更慢的地心靠近的趋势。甚至你平时坐电梯下10层楼，都会比待在10楼的人老得慢一丢丢，只是差得太小，你完全感觉不到。这个关于引力的解释可不是我随便杜撰的。诺贝尔奖得主、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、广义相对论顶级专家基普索恩就专门在书里写过，万物都渴望待在衰老最慢的地方，会在引力作用下往这个方向移动。我当初看完这句话记了好几年，终于有机会给大家分享了。对广义相对论、黑洞感兴趣的朋友也非常推荐去看他写的星际穿越配套科普书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们刚才说的是引力导致的时间变慢，其实还有另一种时间膨胀效应。你的运动速度越快，时间流逝的就越慢。当速度达到光速的时候，时间会完全停止。光子从诞生到穿越数十亿光年再被吸收，对它自己来说就是一瞬间的事。这种速度导致的时间膨胀，我们平时也能测到。飞机上的原子钟比地面走得慢， GPS 卫星必须定时校准时间，不然导航定位能偏出去好几公里。
现在我们把两种时间膨胀结合起来，问个问题，得在地表跑多快才能让速度导致的时间变慢，刚好抵消掉地心比地表多的那部分时间差。换句话说，跑到什么速度，你在地表的时间流速就和地心一模一样了。大家可以先把自己猜的数字打在公屏上，我们马上公布答案。没错，这个速度就是 7.91 公里每秒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一宇宙速度，刚好能让物体贴着地表做匀速圆周运动的速度。你想啊，万物本来都要往时间更慢的地心坠落，但如果你在地表跑到 7.91 公里每秒，差不多1秒就能跑完4个全程马拉松。这个速度带来的时间变慢刚好和地心的时间流速拉平，那你就没必要再往地心掉了。同时你又没逃出地球的引力井，所以就会一直绕着地球转，既不坠落也不逃逸，相当于你靠自己的速度给自己在引力井里垫了个底部，刚好和地心的时间高度齐平，所以你就不上不下，一直绕圈。当然这里说的是理想情况，地球是完全均匀的光滑球体，没有大气层，没有山脉，忽略其他天体的引力影响，否则你在地表跑到这个速度，要么撞山，要么被空气阻力减速掉下来。现实里我们都得把卫星送到大气层外的轨道，才能实现这种环绕。说完第一宇宙速度，我们再看第二宇宙速度 11.2 公里每秒就更好理解了，这就是刚好能让你逃出地球引力井的速度，哪怕关掉引擎也永远不会掉回地球。用时间膨胀的话来说，这个速度带来的时间变慢刚好抵消了整个地球引力井的时间差，也就是地表和宇宙升空地球引力完全消失的地方的时间流速差。第一宇宙速度消了往地心掉的动力，第二宇宙速度直接消了留在地球引力井里的动力，是不是特别巧妙？不过这个规律只适用于单个天体的引力井，第三宇宙速度是要逃出太阳系，涉及到太阳和地球两个嵌套的引力井，就没法这么简单对应了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逻辑简单总结一下，引力作用下物体会往时间更慢的天体中心靠，自身运动又会减慢自己的时间。第一宇宙速度平衡了天体表面和中心的时间差，第二宇宙速度平衡了表面和升空的时间差。我当初自己算出这个对应关系的时候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实在是太优雅了。我后来特意查了资料，只找到了第二宇宙速度和引力时间膨胀的对应关系，没找到第一宇宙速度的相关内容，应该是因为我用了理想均匀地球的假设。现实地球密度不均匀，所以这个对应不会和 7.91 公里每秒完全吻合，只有第二宇宙速度不受密度影响，所以是完全吻合的。这里还要特别澄清一个误区，千万不要觉得是时间变慢导致了引力，这只是我们方便理解引力现象的一个直观解释，不是引力的根本原因。那引力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？说实话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广义相对论并没有解释引力的量子本质，量子引力理论至今还没有成型，甚至引力可能根本不是基本力，而是某种更底层物理规律的涌现。不过在广义相对论的框架里，我们已经可以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。时空是一个由3维空间加1维时间组成的4维结构，不是被动的舞台，而是会被物质和能量弯曲的物理实体。我们以为的引力吸引，其实是物体在弯曲的时空里沿着最短路径，也就是测地线运动的结果。就像第一宇宙速度的环绕轨道，我们看着是个圆，其实在4维时空里它就是一条直线，和牛顿力学里的匀速直线运动是一回事。这也是为什么没有质量的光子也会被引力拐弯，它其实一直在走直线，只是旁边的大质量天体把时空掰弯了而已。甚至黑洞周围还有光子的环形轨道，光会一直在那绕圈。其实物理规律从来不是试卷上的冰冷公式，它藏在你坐的电梯里，藏在你手机的 GPS 导航里，藏在每一次抬头看月亮的瞬间。换个角度看时间和空间的绑定关系，你会发现宇宙的底层逻辑藏着最极致的浪漫。关注我，带你挖透宇宙藏在细节里的浪漫。点赞收藏不迷路，下次想找硬核又好懂的天文科普，直接翻我主页。你还想看我用时间膨胀的视角解释什么天文现象，比如星际穿越里的
米勒星球1小时7年，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